登记结婚那天，梦怡将我一个人丢下，原因是她手下带的实习男秘书今天转正答辩，看不到他，紧张的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梦怡放下填了一半的结婚申请表。阿阳，我们明天再来登记，转正答辩事关江宇的前途。自从江宇进入公司，梦怡就一次又一次为了他对我食言，如今就连领证我也得挑个他方便的时间。我捏紧手里的笔，指尖泛疼。梦怡，如果你今天离开，我们就分手。梦怡有些无奈。谢阳，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不过是多等一天。结婚证什么时候领都一样，我今天要是不过去，江宇的前途就毁了。你当年没人帮的时候有多难，你忘了？我帮他就是在帮当年的你。我平静地望着他，梦怡，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梦怡皱眉，沉着脸起身。我先回公司，等你冷静下来再联系我。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拿起手机拨通我爸的电话。爸，我想清楚了，我同意和唐映雪结婚。总算想通了，我立刻通知映雪，让她尽快赶过去。唐映雪来得很快，半个小时就到了。她是我爸战友的女儿，也是我爸给我定下的娃娃亲对象。我向工作人员要了一张新的结婚单制表，正要递给她，一对素雅的对戒突然出现在眼前。我怔了怔，下意识捏紧手里的登记表。你应该没有准备，但我觉得结婚还是需要仪式感。这是来的路上临时买的，要是不喜欢，改天我们重新挑。我摇了摇头，不用了，谢谢，我很喜欢。我将手上戴了8年的银戒指取下，扔进垃圾桶，拿起女戒给唐映雪戴上，心里暗自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她。唐映雪拿起男戒给我戴上，大小正好。她嘴角勾起一个笑，接过升级表，在我旁边坐下，拿起笔填写。从她开始填到工作人员将结婚证制作好盖章，不到20分钟。出了婚姻登记所，唐映雪看向我。我现在住盛景园1栋，密码2006929，你随时可以搬过来。我今天只请了半天假，晚上回去收拾东西，整理好就搬过去。唐映雪把我送到公司楼下，从后座拿出一个精致的袋子递给我。这是喜糖，可以分给同事。看着眼前的袋子，我有些恍然。和梦怡在一起8年，一直都是地下恋。梦怡事业心强，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她说等公司步入正轨后再公开。后来她说公司正是发展期，等公司上市后就和我结婚。公司上市后，她又说公司禁止办公室恋情，她作为老板要以身作则，等结婚后再公开。直到现在，同事都只知道我有女朋友，不知道我女朋友是公司老板。原来有些东西一开始没给，后来就更不可能给。你要是不愿意就算。在唐映雪将袋子收回去之前，我抓住袋子的边缘，笑着看向她，没有不愿意。你去上班吧，晚上我来接你。好。目送她的车消失在车流中，我才转身回公司。刚回到办公室，手机消息就跳了出来，梦怡在公司大群里艾特我。谢经理，5分钟后来我办公室一趟，汇报浅水湾项目进度。浅水湾项目昨天刚汇报过，下一次汇报时间原定是半个月后。好几个部门下属私聊问我是不是项目出什么问题，我让他们别担心，拿着文件去了顶楼。总裁办公室里，我把文件递给办公桌后的梦怡。孟总，这是浅水湾项目的进度文件，你哪里不清楚？梦怡捏了捏眉心，皱眉看着我。还在为早上的事生气。孟总，如果这个项目您没什么问题，我就先回去了。我转身往门口走，梦怡将我拦在门口。早上的事确实是我不对，等我出差回来，我们就去领证，正好这段时间筹备一下婚礼的事。早上还说明天，现在又变成了出差回来。对他来说，与我有关的事永远是优先级最低的。等明天，等下次，等他有空，我等了无数次，等来的却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敷衍。梦怡，你是不是觉得我就应该永远站在原地等你？梦怡拧了拧眉，一脸不悦。谢一朗，我已经同意和你结婚，你还想怎么样？我不想怎么样，你放心，我已经结。一阵敲门声打断了我的话，江宇抱着文件推门进来。孟总，这是需要签字的文件。梦怡看向他，眸色柔和。正好谢经理也在，你们交接一下浅水湾的项目。我不敢置信地抬头看向梦怡。你说什么？交接？江宇明天转去业务部，浅水湾那个项目先给他练手。我死死捏着文件，愤怒直冲天灵盖。我辛辛苦苦熬了大半年才做出来的项目，你拿给他练手？这是公司的决定。我笑了一下，心口发凉。到底是公司决定，还是你个人的决定？谢一阳，别无理取闹，准备一下，1个星期内完成交接。如果我就是不同意呢？要么交接项目，要么被辞退，你自己选一个。看着梦怡冷漠的脸，我突然想起陪她创业那年，有个项目因为客户的失误出了问题，客户却倒打一耙说是我的错，在电话里骂了我1个多小时。梦怡知道后，气得要去找客户解约，被我强行拦住了。别去了。我当时跟她说，要是解约了，我那1个多小时就白被骂了。梦怡沉默了很久，红着眼眶跟我保证一定会努力，不会再让我受委屈。可现在所有的委屈都是他给我的。办公室很安静，江宇小心翼翼地开口：孟总，要是谢经理不愿意就算了。梦怡声音轻柔：不用担心，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本来我打算完成这个项目后再辞职，现在看来也没必要了。辞职信我待会儿发到你邮箱，离职前我不会跟他交接，离职后项目和我没关系，你随意。说完
我没再看他一眼，直接越过他离开。回到办公室，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份离职申请书发给孟怡。不到半个小时，江宇带着孟怡审批好的离职申请书来找我。谢经理，这是你的离职申请书，孟总已经签字了，麻烦交接一下浅水湾的项目。我把桌上的资料往前一推，都在这儿了。江宇微笑着抱起文件，语气带着炫耀和得意。谢经理，我还要陪孟总去出差，就先回去了，谢谢你的项目。他离开没多久，孟怡的微信消息就弹了起来。我出差这几天，你把婚期定一下，我回来就公布。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觉得无论怎么伤害我，我都不会离开他。我没回复，将他的微信和电话拉黑，开始收拾东西。傍晚，唐映雪把我送到盛世豪庭，确认我不需要他帮忙后就离开了。盛世豪庭地处绅士核心区，孟怡创业成功后，用公司赚的第一桶金，在这里买下了一个2居室，写的我的名字。收拾东西的时候，过去的回忆像潮水一般涌来。厨房里的餐具是我和孟怡一起挑的，卫生间的情侣牙刷是他买的，电视柜上的陶瓷娃娃是我和他一起捏的。我将这些东西一件件丢进垃圾桶，对他的爱也随之一点点清空。2天之后，我终于将房子里的一切收拾打包好，孟怡的东西装了2个箱子，我放在门口，下单了同城快递，随后将这套房子发给中介售卖。做完这一切，我在客厅沙发上坐下，看着空荡荡的一切，等这套房子卖掉，我跟孟怡最后一点链接也就彻底断了。大概因为房子地段好，不到1天，我就接到了中介的电话。去和客户见面的路上，孟怡用陌生号码给我打了个电话。谢一阳，你把我的微信和电话拉黑就算了，还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寄到公司，你什么意思？不就是一个项目，你至于这么作闹？难道为难一个刚出社会的男孩能让你有优越感，能让你觉得高高在上？如果你连这点事都要斤斤计较，结婚的事我需要重新考虑。以前拿分开威胁我，现在拿结婚威胁我，不过是认为我离不开他，有恃无恐罢了。我语气平静，我已经辞职了，那个项目你想给谁就给谁，与我无关。还有，结婚的事儿你不用考虑了。你什么意思？我正要说话，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道惊慌的男声。孟总，我忘记拿浴巾了，能不能麻烦您帮我拿一下？孟怡那边传来椅子拖动的声音。我这边有点事，结婚的事儿等我回来再……没等他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顺手将这个号码一起拉黑。手机突然震动，唐映雪发了条信息过来。听阿姨说你出去了，晚上几点回来？我在家等你一起吃晚饭。家这个字让我心口涌上一阵暖意。打字回复好唐映雪，出租车也在盛世豪庭门口停下。谢先生，您委托的这套房子，客户确认过没什么问题，爽快的签合同转了定金。那我们明天房管局见。好。晚上刚吃完饭，公司的群突然炸开了。我因为交接工作还没结束，暂时还没退群。网上翻了翻聊天，起因是有个女员工请年假去玩。此时，瑞士孟怡垂眸站在酒店窗边，皱眉看着手机屏幕。如果是以前看到这张照片，谢一阳早就跟他闹了，是没看到吗？还是真的不在意了？想到这个可能，再加上这几天谢一阳的反常，孟怡的呼吸猛地一滞。很快，他又说服了自己，不会的，谢一阳那么爱他，肯定是他想多了。第二天一早，真的不用我陪你去？我摇了摇头，就是办个过户，我一个人可以，你去上班吧。好，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下了车，目送唐映雪的车离开，我转身朝房管局走去。客户和中介在大厅等我，我走上前和2人打了招呼，一起去窗台办理过户。填完资料，办理好过户，我打车去公司拿离职证明，顺便收拾工位。此时，瑞士孟怡垂眸站在酒店窗边，皱眉看着手机屏幕。如果是以前看到这张照片，谢一阳早就跟他闹了，是没看到吗？还是真的不在意了？想到这个可能，再加上这几天谢一阳的反常，孟怡的呼吸猛地一滞。很快，他又说服了自己，不会的，谢一阳那么爱他，肯定是他想多了。第二天一早，真的不用我陪你去？我摇了摇头，就是办个过户，我一个人可以，你去上班吧。好，有事就给我打电话。下了车，目送唐映雪的车离开，我转身朝房管局走去。客户和中介在大厅等我，我走上前和2人打了招呼，一起去窗台办理过户。填完资料，办理好过户，我打车去公司拿离职证明，顺便收拾工位。刚收拾好准备离开，公司大群突弹出一则通报，经核查，浅水湾项目交接过程中，原负责人谢一阳交接的数据存在严重疏漏，导致客户遭受千万损失，现对谢一阳予以通报批评，并保留追究赔偿责任的权利，望全体员工引以为戒。通告刚发出来，群里就炸开了锅。我去，千万损失就通报一下，公司法务部是吃干饭的。怪不得突然提离职，原来是捅了大娄子。听说接手的人是江宇，要不是提前发现，江宇就成背锅的了。这种甩锅的行为真是又恶心又下头。没多久，江宇在群里发了一句话：对不起大家，是我太信任交接数据了，我应该自己再核对一遍，给大家添麻烦了。你道什么歉？错又不在你。就是新人哪懂老油条挖坑的套路。有些人到现在还在装死呢，脸皮真是比城墙还厚。出错的数据是前天发过去的，那时候我已经把项目交接给了江宇，数据我交接给江宇那天早上刚核对过，
不可能出错。公司项目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也不可能没核对清楚就发公告。我深吸一口气，把梦怡的电话号码从黑名单中拖出来，直接拨了过去。刚响了2声，对面就接通了。梦怡，你应该很清楚，我给江宇的项目数据没问题。梦怡沉默了2秒。谢易阳，江宇的事业刚起步，不能让这件事毁了他。果然，我捏着手机的手猛地收紧。梦怡明知道是江宇的错，却选择包庇他，将脏水泼到我身上。这就是我陪着白手起家、掏心掏肺爱了8年的女人。不能毁了他，所以牺牲我，是吗？你马上就要离职了，这件事不会对你有任何影响。梦怡语气平静。江宇在群里拱火，孟氏员工在群里肆意谩骂我，这就是你说的没有影响。这件事你确实受了委屈，等结婚后我会补偿你。我要的不是补偿，我要的是公平。谢易阳，通报已经发了，不可能撤回，闹大只会让你更难堪。看来他是铁了心要护着江宇了。我笑了一下，声音很轻。好，我明白了。你也别怪江宇，他还要待在这个圈子里，履历不能有污点。我没再说话，挂断电话，拉黑梦怡，退出公司所有群，起身抱着箱子离开。或许是察觉到不对，梦怡用好几个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发消息，我嫌烦，索性直接换了个手机号。2天后，我从一家公司结束面试，刚走到路边准备打车，一辆黑色汽车就在我旁边停下。梦怡下了车，快步走到我面前。喏，之前我送你那块手表不是坏了，这个给你。怀表是斐丽世家新款，不单独售卖，而是购买首席设计师最新设计的钻石表附赠的。钻石表送给了江宇，怀表拿来敷衍我。原来在他眼里，我只配得到赠品，而且他大概忘了，我说手表坏了，已经是3个月前的事了。不用了，我已经买了新的了。梦怡一脸不悦。谢易阳，你这几天作也作了，闹也闹了，现在也该消停了。他皱眉看着我，眼底满是不耐烦。他对我大概早已没了半分爱意。我已经放下身段哄你，你还想怎么样？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你不觉得丢人？算了，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先上车，我们去领证。婚房就用我们现在住的那个房子，等以后有了孩子再换。你不喜欢江宇，以后就少去公司，专心在家当个家庭主妇，我养你。我平静抬头看向他的双眸，没有丝毫波澜。梦怡似乎意识到什么，眼里慌乱了一瞬，下意识想拉住我的手，我侧身避开，抬起手让他看到我无名指上的戒指。梦怡，我已经结婚了。梦怡后退了一步，手里的怀表摔在地上，脸色也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她双眼通红，猛地上前抓住我的手，眼里都是不敢置信。你说什么？谢易阳，你一定是骗我的，对不对？他情绪太过激动，我竟然一时间没有甩开。梦怡，放开我！我不放！你那么爱我，怎么可能嫁给别人？说完，他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你还在因为项目的事情生气，所以故意戴个戒指气我，对吗？我没有骗你，也不是故意气你，我真的我不信。梦怡猛地打断了我的话，将我往车上拽，我还来不及说话，就被梦怡塞进了车里。之前领证的时候丢下是我不对，我们现在就去领证。梦怡，你现在做这些没有丝毫意义。先去盛世豪园。是。梦怡像是没听到我的话，直接对着前面吩咐司机。我先送你回去拿户口本。他没发现他的声音带着颤抖和慌乱，我神色平静地看着他。不用去了，房子我已经卖了。梦怡愣了一下，像是没听明白。你把房子卖了？我们在那个2居室住了5年，里面所有的家具和小东西都是我们一点点添置的。我以前也没想过，我会亲手将里面的东西一点点清空，卖掉房子。3天前就过户了，那时候你应该正忙着陪江宇在瑞士看雪。他的身体颤了一下，脸色白得几乎透明。没事的，还能再买回来。我们先去领证，现在有身份证也能领。王叔，去民政局。民政局5点下班，现在才3点，还来得及，一定来得及的。等领完证，我们就筹备婚礼。你不是一直喜欢马尔代夫，婚礼就在马尔代夫办，我们明天就过去，以后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不好？看着他自言自语，自欺欺人，我内心没有丝毫波动。早在他为了江宇一次次伤害我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以后了。在梦怡的催促下，司机开得很快，不到半个小时，车子就在民政局门口停下。在一起8年，我很了解梦怡，不到最后一刻，她是不会死心的。跟他一起走到登记处，梦怡对工作人员说：“你好，我们来结婚。”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操作，几秒后，他的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到我脸上，又看了一眼屏幕，随即皱眉：“先生，你在系统里已经结过婚了，办不了。”话音刚落，梦怡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本就不算喧闹的登记处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梦怡愤怒的声音。因为过于愤怒，她的脸色已经变得扭曲。不可能，你一定是搞错了，他不可能结婚。工作人员直接把电脑屏幕转过来对着他：“你自己看，配偶栏写着唐映雪。”
7月3号上午10点05分，就在他为了江宇的转正答辩耗下谢一阳后的1个小时，梦怡往后退了2步，身体晃了晃，差点跌倒。谢一阳，你一定是跟他们合起伙来骗我的，对不对？我们在一起8年，你怎么可能娶别人？梦怡，我神色平静，你觉得我有能力让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跟我一起骗你？我们明明说好了，等我出差回来就领证，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从来没说过要等你。说完，我转身离开。梦怡一把拽住我的手，眼里满是疯狂。站住！你不许走！你现在立刻把那个女人喊过来，跟她离婚！我就当你是一时糊涂，只要你跟她离婚，这件事我就当没发生过。否则，我一定会让她在绅士待不下去。放开我老公！门口传来一道带着怒意的声音，下一秒，梦怡惨叫了一声，松开了我的手。唐映雪走到我面前，握住我的手，看到我被梦怡攥得通红的手，她低头轻轻吹了吹。没事吧？我摇了摇头，没事。确认我没事，唐映雪转头看向梦怡。孟小姐，首先，我不会跟我丈夫离婚。其次，想让我在绅士待不下去，你恐怕没有那个能力。梦怡死死盯着他，眼神怨毒。我跟谢一阳在一起8年，你们才认识几天？他不过是利用你报复我，他根本不爱你。唐映雪勾了勾唇角，在一起8年都没领证，说明孟小姐不适合结婚。至于她爱不爱我，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就不劳孟小姐一个外人来操心了。不过孟小姐忙着关心男秘书，应该也没时间操心别的事儿。你闭嘴！梦怡脸色阴沉，愤怒抬起头，狠狠朝唐映雪的脸扇过来。小心！身体就被唐映雪带来的保镖一脚踢倒在地上。把他送去警局。唐映雪语气淡淡。放开我！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大吵大闹，扰乱秩序，够你蹲几天了？保镖压着他往外走，冷声道：谢阳，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会对你好。你不喜欢江宇，我就辞退他。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我什么都行。梦怡的声音渐渐远去，唐映雪低头握住我的手。我们回家。我点点头。好。梦怡在执法局关了3天才被放出来，陈秘书把她接出执法局，刚坐上车就递给了她一份文件，是谢一阳正式起诉公司侵犯他名誉权的起诉书。孟总，谢一阳那边递交了浅水湾项目的备份文件，对我们很不利，最好是想办法和解。梦怡接过文件翻开，看了2页后，合上看向陈秘书，去告诉法务部准备印数。孟总，按照我说的做，顺便去查一下唐映雪的身份。能让她在执法局蹲3天，那个叫唐映雪的人身份一定不简单。她想要见到谢一阳，恐怕没那么容易。应诉是他唯一能见到谢一阳的办法。江宇红着眼眶来找他。孟总，谢经理告公司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了，这2天公司上下都在议论我。梦怡看着江宇，他生了一张清瘦的脸，下颌线条干净利落，眼眶泛红，看向旁人时，那股硬撑着的脆弱反倒比示弱更戳人心窝。一开始对方工作上处处碰壁却不肯服输的倔强模样，让他不自觉想起以前陪他创业的谢一阳，所以对他多了几分照顾。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照顾渐渐变了味。开会的时候，他的余光会落在他身上，没看到他的时候，会想知道他在哪儿。他一直以为自己不过是犯了一个小错，一切都有挽回的余地。直到那天在民政局亲眼看到电脑上谢一阳的配偶栏写着一个陌生女人的名字，他才知道自己错得离谱。如今这个错误也该纠正了。你连个数据都核对不好，难道不该被议论？江宇不敢置信地抬头。什么？孟总，我知道我笨，给您添了很多麻烦，您是不是讨厌我？梦怡看着江宇，目光带着审视。江宇被看得有些慌乱，垂下眸，神色有些慌乱。孟总，当时谢经理给我的资料我来不及看，客户要的数据又太多太急，我才会弄错。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了。梦怡眼底闪过一抹嘲讽。以前他觉得江宇和谢一阳很像，但现在他才发现，他们其实一点也不像。谢一阳也会犯错，但他犯错后会直面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不会像江宇一样逃避，更不会像江宇一样找借口，让别人为自己的错误买单。那天我借你的手机给谢一阳打电话，你说欲金忘带，是故意的吧？不是的，我不是。江宇下意识否认，梦怡却没错过他眼底的心虚。想到自己为了这么个心机男和谢一阳闹到分手，梦怡心里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他拿起桌上的咖啡，狠狠摔在江宇脚边。江宇尖叫了一声，慌乱后退，脸上满是惊恐。陶瓷杯4分5裂，碎瓷片划过他的小腿。如果不是你，谢一阳不会跟我分手，也不会嫁给别人。滚！我不想再看见你。江宇吓得浑身颤抖，连忙转身跑了出去。办公室里安静下来，梦怡垂下眸，拉开抽屉，里面静静躺着一支落灰的黑色钢笔。这支钢笔是公司刚成立的时候，谢一阳花了身上所有积蓄给他买的。
他说带着这支钢笔，每次签字的时候都像是他在旁边陪着他。之后那几年，这支钢笔他从不离身。3个月前，江宇送了他一支更贵的，一开始他没用，后来有一天签合同的时候，原来那支钢笔突然坏了，江宇适时递上了他送的那支。签完合同后，他让江宇把钢笔送去修。江宇说这支钢笔他已经用了好几年，就算修好也很容易坏，不如就放起来收藏，用他送的那支。他默许了，或许那时候他就错了。孟怡拿起那支钢笔，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指尖缓缓收紧。他和谢一阳有8年的感情，他不会轻易放弃，他一定要把谢一阳从唐映雪身边抢回来。接下来半个月我都忙着找工作，起诉孟氏那边全权交给了律师。半个月后，唐映雪陪着我去开庭。法庭上，我坐在原告席，孟怡坐在被告席。以前我从来没想过，我和她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开庭进行的出乎意料的顺利，孟氏那边对我的律师出示的证据全无异议，质询也只是走个过场。很快，法官当庭宣布我胜诉，孟氏被判公开给我道歉，并且赔偿名誉损失5000元。对于这个结果，我很满意。案子结束后，我正准备离开，唐映雪走到我身边，挡在我面前，不让她靠近。孟怡眼下一片青黑，双眼通红，脸色苍白，看样子这段时间过得不太好。阿瑶，我想跟你谈谈，你要是不想，我们现在就离开。这半个月，他已经知道了唐映雪是申氏龙头企业唐氏集团的总裁，10个孟氏也惹不起。没事，正好我也有几句话要跟他说。阿瑶，别叫我阿瑶，我听了恶心。这8年是我对不起你，无论是你恨我也好，报复我也罢，我都接受。你离开这半个月，我也认清了，我爱的人是你，我不能没有你。盛世豪庭那个房子我买回来了，江宇我也辞退了，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内心却没有丝毫波动，我平静地看着眼前这个我爱了8年的你，这一刻我才发现他是那么的平庸。不是他独一无二，而是我对他的爱给他镀了一层滤镜。如今我不爱他了，那层滤镜消失了，才终于露出他本来的模样。过去8年是我爱错了人，我愿赌服输，我不恨你，也不打算报复你，把孟氏告上法庭，也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的公平。以后别再纠缠了。唐映雪余光见我朝他走去，立刻抬头望向我，眼里带着细碎温柔的光，这才是我该握住的位。下午，孟氏就用官方发了条道歉声明，还了我清白。我没想到的是，那个声明里还指名道姓说出是江宇弄错了数据。当时在孟氏公司群发通报批评我的时候，孟怡说江宇事业刚起步，不能被这件事毁了。如今倒是不在乎了。原本在公司群里骂我的员工，有不少人私下来跟我道歉，还有落井下石的，发了公司群里江宇被员工骂的截图给我。曾经他在群里装可怜引导别人骂我，如今回旋镖扎到了他身上。我没有回复，将那些聊天框删除。坐在对面的唐映雪突然开口，孟氏是你陪他一起创立的，你有没有兴趣抢过来？我愣了一下，随即摇头，我对管理公司没有兴趣。既然这样，那孟氏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从唐映雪秘书那得知唐氏计划吞并孟氏，唐映雪一直没有出手，是为了等我的案子。唐氏在申氏的地位举足轻重，唐映雪只是放出孟氏得罪了唐氏的消息，合作商就纷纷和孟氏解约。孟氏刚成立几年，根基浅，流动资金不多，很快公司的运营就出了问题，不到1个月，孟氏就面临破产的边缘。孟怡来找我，想让我去找唐映雪，让唐映雪放过孟氏。但唐映雪自从开始对付孟氏后，怕孟怡报复，派了司机每天接送我上下班。听说他后来又去求其他合作商，但那些合作商都不敢为了他得罪唐映雪。很快，孟氏就彻底宣布破产，被唐氏收购。孟怡从高高在上的孟氏总裁变回原来那个普通平庸的女人。至于江宇，他勾引老板，背刺同事的事情在申氏彻底传开，没有一个公司愿意要他。后面去了别的城市，找到工作后故技重施，被老板的丈夫捉奸在床。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刚升职成新公司业务部经理，公司老板很器重我，同事也好相处。过去那些事已经彻底与我无关。晚上下班，唐映雪来接我，打开副驾驶的门，里面躺着一副墨镜，是她上个月随口提过一次的那个牌子。这是……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像是被轻轻戳了一下，我笑着看向她，映雪，谢谢你，谢谢你在我最狼狈的时候接住了我，谢谢你对我的用心，谢谢你来到我身边。指尖摩挲着细腻的皮质礼盒，车内暖黄的灯光落在她柔和的侧脸上，我侧过身，轻轻牵住她放在膝头的手，只是随口提过一次。你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不像有些人8年时光只学会忽略。我心头泛起一阵愧疚，又满是庆幸。若是当初我一时心软，回头去找他，便会错过眼前这份事事有回应的真心。车子驶入盛景园小区，这是属于我们2人的新家，没有半点和孟怡有关的旧物，全屋都是唐映雪按照我喜欢的简约风格布置的。进门玄关处摆着2双成对的拖鞋，冰箱里塞满新鲜食材，茶几上放着温热的柠檬水，这就是我想要的余生，这就是我选的人。唐映雪准备做晚餐，我跟上去，从身后轻轻环住她的腰。今天我来下厨，你歇着。
刚升职，不累吗？再累也想给你做顿饭。从前在盛世豪厅，8年里大大小小的饭菜几乎都是我包干。梦怡永远忙于公司，很少坐下来好好陪我吃一顿晚饭。那时我总盼着她能抽空和我居家闲聊。如今不用期盼，唐映雪会安安静静站在厨房。唐氏那边对接收购梦氏的收尾工作，陈秘书今天来找我，想求见我一面。我手里炒菜，他的动作顿了顿，随即恢复平静。你处理就好，不必见他，他的结局是自己选的。当初梦怡为了江宇牺牲我的名誉，夺走我辛苦筹备的项目，后来公司破产，众叛亲离，一切都是他偏执偏心换来的恶果。我心中无恨，却也再无半分怜悯。我也是这么回绝的。我轻轻嗯了一声，没有多余情绪。那段8年的感情，早已随着盛世豪言的出售，那场名誉公司彻底翻篇。敬谢经理升职，敬我们往后岁岁安宁。我碰杯。是你拉我走出那段灰暗的日子。周末我休班，唐映雪提议去市中心商场采购生活用品，顺便挑一套双人旅行套装。下个月我们计划去马尔代夫度假，就却从未兑现的心愿。商场人来人往，我们并肩闲逛，唐映雪自然地挽着我的胳膊，毫无遮掩。换作从前和梦怡同行，总要刻意拉开距离，生怕公司员工撞见，连牵手都要躲躲藏藏。这份光明正大的偏爱是唐映雪从领证第一天就毫无保留给予我的。路过底层女装店时，一道佝偻单薄的身影撞进视线，是梦怡，独自站在打折货架前，反复翻看一件廉价衬衫，犹豫许久还是放下了。她无意间抬头，目光对上我的瞬间，整个人僵在原地，四目相对，她眼底翻涌着复杂情绪，有悔恨、不甘。唐映雪不动声色，轻轻将我往她身侧带了半步，宣示着属于我的归属。梦怡脚步顿住，看着我们紧紧相扣的手，看着我无名指上不曾摘下的婚戒，嘴唇移动几下，最终什么也没说，落寞地低下头，转身挪开脚步。当初他明明手握最好的选择，偏偏一意孤行，落得如今这人总要为自己的偏心和轻视买单。他揉了揉我的手背，我们不必为别人的过错消耗自己，往前走就好。返程回家，收拾车内储物箱时，唐映雪翻出一支旧黑色钢笔，是我当年送给梦怡的那一支。想来是梦怡之前四处找我纠缠时，不小心落在梦怡的奔驰车上，车子被唐氏回收处理，这支钢笔才辗转到我们手里。钢笔笔身布满划痕，落满灰尘，是我刚陪梦怡创业时倾尽全部积蓄买下的礼物。可后来，他因为江宇送的新款钢笔，将它锁进抽屉蒙尘。从前我舍不得丢弃任何一件和梦怡有关的物件，总抱着一丝幻想。如今彻底看清，那些执念不是自我内耗。以后我会给你无数新的，只是我们的纪念品。夜里，我坐在书房整理新公司项目资料，唐映雪端来一杯热牛奶，坐在一旁安静看书，不打扰我的工作，却时刻陪着我。书房书桌摆放着我们领证当天的合照，照片里唐映雪眉眼含笑，我卸下了多年积压的疲惫，笑得松弛坦然。我抬眼看向身侧的人，心底无比踏实。8年错付，一场闹剧，让我懂得什么是真正被珍惜、被放在第一位的感情。出发马尔代夫的前一日，父亲和唐映雪母亲相约来家里吃饭，两位长辈坐在客厅闲聊，说起当年定下娃娃亲的往事，纷纷感慨缘分奇妙。爸，我们打先把新家安顿好，下个月去马尔代夫度假，以后每年带你们出去。飞机落地马尔代夫，乘车碧海，纯白沙滩映入眼帘。唐映雪牵着我的手漫步海边，海风拂去所有过往阴霾。我们踩着白沙滩追落日，浮前看斑斓鱼群，傍晚躺沙滩吹海风，共享果酒，指尖始终紧扣，处处是不用等候的温柔。还记得你以前和梦怡说想来这里吗？记得，但那已经是无关紧要的旧事。现在陪我看海的人是你，这就足够。那些等过梦怡的无数个秋天，早已随风散去。往后余生，我身边有唐映雪，四季皆是温柔春光，再无漫长无望的等待。傍晚，沙滩上摆着简易的鲜花晚餐，唐映雪拿出一枚简约的钻石戒指。谢一阳，往后每一个春夏秋冬，我都陪你，永远不会让你独自等候。我眼眶微热，俯身将她扶起，主动将戒指戴在她手上，低头轻轻吻上她的额头。好，此生相伴，再无别离。远处海浪声声，晚霞铺满海面。度假归来半年后，我事业稳步上升，新公司给我开出优厚待遇，不用再像从前那样透支自己讨好谁。唐映雪依旧打理唐氏集团，却总会留出足够时间陪伴我。我们每周固定一日2人世界，偶尔抽空探望双方父母，生活平淡安稳。偶然从前同事口中听闻最后一点关于梦怡的消息，她变卖了仅剩的一点资产，离开身世，去往偏远小城谋生，彻底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里。所有人都清楚，这是她心机算计、背驰他人的报应。听完消息，我只是淡淡点头，转头继续给她剥水果。正好想吃橘子，偶尔会不会想起从前？
偶尔会想起那段委屈，但从来不会想念梦怡。正是那段经历，让我明白你有多珍贵。周末午后不用上班，我和唐映雪驱车去往城郊的温泉民宿，是她提前半个月订好的私汤小院。后备箱里塞满她一早采购的食材、果酒，还有一件我提过一次很喜欢的宽松针织外套。她耳根微微泛红，弯腰坐到我身侧，脑袋轻轻靠在我的肩头。还记得去年我们偶遇的梦怡吗？记得，但早就记不清她当时的模样了。现在我眼里只有眼前的日子。我如实回答，心底没有半分波澜。民宿小院种着大片桂花，香气漫在空气里。他挽起袖口清洗水果，我搬了藤椅坐在一旁，静静看着他的侧影。在看什么？我咬下清甜果肉，顺势握住他空着的手，指尖摩挲他细腻的手背。看我的妻子，怎么看都舒心。夜里躺在小院柔软的床上，窗外秋风清扫桂树沙沙作响。唐映雪蜷缩在我怀中，呼吸安稳轻柔。我低头看着她熟睡的眉眼，忽然想起多年前无数个独自等待梦怡的深夜，满心期盼，最后只剩落空。第二天，唐映雪说近郊的山丘井正好，提议去走走。山路修得平缓，两旁长满枫树，叶子红了大半，风一吹就簌簌往下落。她走得慢，看见好看的叶子就停下来捡，不一会儿手里就攥了一小把。半山腰有间开了很多年的茶寮，竹制的桌椅，老板煮着本地的山茶。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点了2盏茶和一碟桂花糕。窗外就是层林尽染的山景，雾气在山间慢悠悠飘着，连时间都好像慢了下来。茶寮老板养了只橘猫，慢悠悠踱到我们脚边，全程一团晒太阳。唐映雪轻轻伸手摸它的背。我们要不要也养只猫？家里阳台空着，放个猫爬架刚好。小猫呼噜呼噜的眯起眼，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要是喜欢，等下周我们去宠物店看看。下山的时候，夕阳正好，金色的光铺满整条山路。他走在我前面半步，手里还捏着那几片捡来的枫叶，偶尔回头冲我笑一下。我拿出手机拍下他回头的瞬间，照片里他眉眼弯着。回去的路上他睡着了，头歪在车窗边，呼吸轻轻的，看着他安静的睡颜，我心里软得一塌糊涂。周末我们去了宠物店，挑了一只3个月大的橘猫，没过2天就熟络起来，总爱蜷在阳台的猫爬架上晒太阳，或者蹲在厨房门口看我们做饭。房子还是那套房子，却因为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越来越有家的味道。唐映雪买了个小煮锅，天冷的时候就煮点热红酒或者雪梨汤，晚上我们窝在沙发上，一人捧一杯热饮。年底公司休年假，我们去北方看临海雪原。我愣了愣，我不过是之前吃饭时随口提了一句，没想到他记到了现在。我们慢慢规划，不用赶时间。小猫伸了个懒腰，换了个姿势继续睡。如今秋去冬来，有人记得我的喜好。从前我总在等别人抽空爱我，如今有人心甘情愿把全部时间与偏爱悉数赠予我，不必再等一个又一个秋。我的幸福早已如期而至。